大家好，我是韩博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弹好跳音。第一点呢，是不要只想着往下砸，要想着让键反弹回来。我们很多人一听到跳音，下意识的就是先把手抬高，然后往下戳，戳完再使劲的抽回来。其实这一系列动作是完全没有借力的，不仅很累，声音还不好听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从上往下砸是这样的。我们能听到声音很死，而且浪费了很多蛮力。让键反弹回来是这样的，这样出来的声音是有弹性的，并且不那么容易累。第二点呢，是手指尖不能软绵绵的，手指尖要有主动立起来的感觉。我们之前在讲如何弹轮指的时候讲过，是会有一点点手指头往里勾的这个动作。跳音分情况，不总是需要往里勾的这个动作，但是手指尖这种触键很集中，像有一个点一样的感觉，是和轮指一样的。手指尖软绵绵的话是这样，手指尖立好的话是这样。第三点呢，是跳音切记手腕和手臂僵硬。我们之前在讲长句子的时候提到过，不只是连奏有长句子，跳音有的时候也有长句子。比如说柴可夫斯基的《女巫》里面的这一段，像这些有句子走向的跳音，你的手腕一定是要放松的，很灵活的，可以带着你的手指走的啊，往左、往右、往上、往下，而不是僵在中间的。比如说像这样，僵硬着弹呢，就会又累又不好听。第四点呢，是知道跳音的音色，从而知道怎么找触键点。那我们说的笼统一点，大部分的跳音都是比较清脆或者是干脆的声音，不可能是连绵不绝的。如果是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要用手指尖的点去触键，像这样子。我们能听到这两个和弦的跳音啊，就要用手指的点去触键，才会出来一个比较干脆的音色。但是有些跳音呢，它不是清脆明亮的音色，它有可能是一种很阴暗的断断续续的情境中用到的音乐表达。比如说还是李斯特啊，B 小调奏鸣曲的开头，它那个又轻又诡异的跳音，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诠释和理解都不太一样啊，但是你有这个选择，可以不用手指尖触键，反而是用手指肚触键，轻轻的这样子刷着过来，来达到你想要的音效。好啦，那这些就是这期所有的内容了。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给我留言，我也会收到很多的私信啊，我可能没有办法短时间快速的全部回复，但是我会尽量抽空有时间一个一个的去来看大家的需求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